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的课程。本次课程依然在讲述整个商城管理系统的教学。今天的这个章节要来讲讲关于商城内部的商品的一些属性设置，以及商品的一些添加、上架、下架等等，包含仓库类的设置等等。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商品的一些基础的默认设置。那么一个好的商城呢，大部分都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基数，比如市场价格的一些比例或者是我们的进货价，包含市场售价以及店铺售价、批发售价等等之类的一些换算基数的设置，这个对于一个好的商城系统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系统这个 e-commerce 里面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市场价格的比例设置。这里的市场比例设置的意思是指市场价格跟店铺本身的售价，就是我们这个商城的自营店售价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假设它设为1:1.2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市场价是1.2块，那么在本店的商城默认设置就是1块钱。那当然你个别的商品是可以个别的设置。好，第二来看一下这个商品货号的前缀。这个商品货号指的就是每一个商品本身在货架上的编码，在仓库里的编码来作为比较能够快速的去辨别的一个商品号，也可以通过未来的这种扫码的方式，扫条形码或扫 QR code 的方式来快速的找到这一批货这个货物好，那第三个呢是默认库存为了要快速上架的话，大部分的系统都会有一个所谓的默认库存那么就不用再去一个一个的设置了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先把它设置为一个100或者1000随便，主要看你的这个仓库大小以及你的这个进货的习惯。好，那么这边有个商品名称的长度，指的就是每一个商品名称在设置的时候是不能够超过100个字节。这里讲的是一个字节那么正常来讲，我们中文字来讲无论是简体中文还是繁体中文，一个字大概就是2个字节这样能理解。好，还有商品的显示价格部分它有一定的规则也可以设置，比如说你可以设置为不处理，也可以设置保留不为0的尾数那么也可以不四舍五入，保留一位小数都可以。它有很多方式设置主要看你的默认习惯是什么或包含你每个商城的这个政策不同所以你的设置也就会不同。好，再来就是推荐商品排序的部分你可以根据推荐来排序，也可以随机来显示都可以也可以推荐排序是适合比较少量的时候推荐的那么随机显示是大量的时候，有大量商品的时候推荐是使用随机显示这样的话每个商品都能看得到那是不是要开启这个区分地区商品的部分你看大的系统跟小的这种网商的网站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大的系统大部分会考虑到仓储、片区、快递、货运、结算等等功能那么来看一下这一套，它这里面就有区分这个区域的商品。如果你经营的区域片区比较大，那么我会建议你把这个功能把它打开那么还有一些商品的配件组成这个你也可以自己去设置一下包含这个商品的属性的权限可以由商家来自行设置，还是由系统本身来统一设置，这个部分很关键。那么再来还有商品详情开启可选仓库，如果你开启的话，那表示它在前台是可以选择哪一个仓库来购买因为区域一旦大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台北啦、高雄啦、上海啦、南京啦、马来西亚吉隆坡啦等等，你每个地区你的货物如果不在这个仓库里面有的话，那变成就是要去调配其他国家地区的仓库，那这个就会显得比较麻烦所以一般
如果你的体系比较大的话，一般建议是开启可选仓库。然后再来有一些价格模式的设置你也可以去根据这个设定来进行设置。还有商家是不是可以进行商品的分析就有点像信用卡一样，是不是可以分析购物等等之类的功能，你可以把它打开或者是关闭。当然由你的商城系统的这个政策由你们自己的政策来决定。好，那么基本设置完毕以后，我们来看看整个显示设置的默认部分。是不是要显示货号？是不是要显示品牌、重量、库存、上架时间、市场价格、等级、消费积分等等？如果要，你就把它打开；不要，你就把它关闭，它就不会显示了。还有就是页面的设置这些都是属于页面的一些基本动态的设置的部分，包含这个相关产品的数量，就是我们能够显示多少个购买此商品的人，他还买过其他什么商品。有点类似于导引推荐的方式好，再来就是商品分类的列表数量，商品分类的默认排序的方式这些都可以通过设置来进行设置的。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其实在做代码的背后都已经写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标注跟解释好，最后是图片的部分这个部分可能比较重要了因为每一个系统的设置在前台的显示方式不太一样，包含这个图片的默认大小也会不太一样，然后包含它的水印文件，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到淘宝买东西，很多商家会在它的右下角、右上角、左上角、左下角等等会有一个水印就是为了别人防止别人来盗图，因为现在盗图的很多 OK，然后你也一样按照这个去进行设置就可以了包含你的这个商品默认的图片宽度是多少这些都可以去进行设置 OK。 好，那这个整个默认设置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就来看看关于商品怎么上架以及商品本身的这个管理的部分。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当你在使用商品列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tab， 就是这个标签页很重要有时候你会说我在店铺上传的商品我在后台找不到，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审核或管理。其实你们都忽略了这一个按钮这边有区分为自营跟店铺这两个进行切换这是一个店家上传的商品，这个是你自己平台的这个自营店所销售的产品OK， 那么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那么添加产品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分为普通商品、虚拟商品这两大类。那什么叫虚拟商品呢？比如说游戏点卡，或者是储值卡、充值卡，或者是一些图文通过链接发送的这种图文，或者是电子书音乐版权等等，这都属于虚拟商品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添加商品它的添加商品方式会比较多，但是呢系统本身它在添加的时候会比较麻烦，但是添加完毕以后，你在不同的板块进行设置调用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我们都说一个好的系统在前台要让消费者跟使用者很简单很易懂，那么相对前台要简单的东西在后台就会变复杂，这个关系是不变的。好，我们来添加新商品，它有分为3种模式一种模式就是默认的，我直接上架就可以了。第二种就是以仓库为准的模式，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关于上海有仓库、南京有仓库、台北有仓库、高雄有仓库等等，吉隆坡有仓库，那么根据仓库来上架产品，这是一种方式。再来另外一种是根据地区模式来上商品，一样它就不是按照仓库来咯，它是按照区域来的比如说台北地区、高雄地区、南京地区、上海地区、吉隆坡地区等等这种方式好，我们假设现在设置一个默认模式OK， 好，然后你可以先选择我先不上我直接就挑一个商品来做编辑，你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别人的运作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分类已经设置好，然后你可以设置一个条形码，然后可以扫码入库很方便吧。然后对于商品本身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来找一个食品吧。
一个实体商品。好，继续啊。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市场价的部分，大家看到了哈，市场价的部分，还有一个你看它自动会计算有没有 1.2 倍，1比 1.2 啊。那成本价是多少可以设置一下，因为这样可以便于你在以后做结算的时候，财务在做结算的时候拉报表会非常方便。后面财务板块会提到，很多人会觉得很懒都不填，其实你把它填了，对你后面的帮助会很大。然后这个商品的品牌是什么，也是为了便于它以后的分类跟快速寻找。然后这套系统有一个优势是它可以上传视频，就是你可以上传一个关于这个商品的宣传片也可以。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运费方式有2种，一种是按照运费模板来的，一种是按照固定运费来的，都可以。因为后面也会讲到第三方的这个快递接口服务的部分因为大型系统它不是自己去下单给快递公司，大部分大型系统都是直接对接的快递公司的 API 接口，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去打单，快速的去下指令，快速的去下单。这样的话，快递公司在派车来运货的时候，来接货的时候，他也知道今天你们有多少货，什么货就会比较方便。好，那这个运费的模板结束以后，我们要来谈谈关于这个退货标签的部分比如说你退货的话，维修可以的，退货可以，换货可以，或者是只退款不退货也可以，都可以然后这边有个价格体系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关于会员价格的部分。负一是指的根据每一个固定的级别来的因为每个级别不同，它的折扣率也会不一样嘛，对吧？负一就是按照那个级别表来的。如果你给它填上数字，假设我们这个商品是多少2600那么公益会员可能就是假设是2500代言人是2300根据它级别2200公益大使可能是2000，假设老师现在是做假设。好啦，这个设置完就完了吗？没有啦，你要对这个商品去进行解释所以我们要给它赋予很多的内容，让大家可以快速的看到。OK， 然后一样采用的也是这种 HUB 的网页式编辑框，这种编辑器会非常方便，有点像在使用这个我们正常在用的 Word， 跟它一样的方便，可以进行快速排版。当然你懂代码的也可以直接就在里面写一个HTML 代码也可以好，那这个部分是属于 PC 端的也就是 Web 端的网页端的这个排版跟设计然后再来就是手机端一样，你可以添加图片、添加商品等等之类的。假设我们还是一样。好了，我们把它放进去OK， 大家看到它已经有了，快速它就形成了一个手机端的部分的。好，那基本的商品信息是不是设置完了？那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来设置一些特殊信息，比如说这个商品我们是不是决定要促销？如果是，那么促销有一定的时间你不可能永久促销，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日期、选时间假设是今天开始促销，这个时间开始促销到后天OK， 然后促销价格是多少？刚才是2600吧，我们就260吧，打1折狠一点，开玩笑再来限购，是不是限购？如果设定限购的话，一样你可以设定时间然后比如说到后天吧，然后限购多少钱限购量多少？比如说只能买一个，那就一个人260只能买一个，就这个意思。那是不是可以分期，分几期30天免息24期利率多少等等，你就可以完全属于自己去设置都可以的。那它是不是分销商品呢？分销商品我们在后面板块也会讲到分销商品的部分我们的用户是可以赚到他的那个推荐佣金的那么这个部分你就可以我2600里面我要拿多少比例出来呢？比如说我要拿50%，那就1300了，好高拿1300出来作为佣金分发给去推销的人，去卖的人这就是分销商品的设置部分。好，再来就是阶梯价有没有？如果有，假设买一个是一样原价我们买一个是2600，假设我们再假设买10个，那就是2000。我们再夸张一点让大家能够理解。来买50个1500，买100个不能0元买100个就1000好了，假设
好，那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阶梯的价格。好，那关于这个阶梯价格，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哈。我们再看看满减价格是什么。满减价格讲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满500，这个额度比较大，满2600吧，就减1000。好，老师随便写啊，减100好了。满5000，7500好了，那么就是减500啊。假设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满减价格，就是我满了多少，那么就减多少，就这个意思。好，再看看其他的信息，你要赠送他消费积分多少？就是当我买的这个2600的产品以后，那么可能你会送我一些消费积分啊。那么如果说你写-1，那么你就是送了多少？送了2600分给到这个消费者。那么因为每个等级为了他要拿到不同等级去打折，就是我在这个平台的身份，假设我是 VIP 1，那么我可以打8折。那么你可以送他一些相应的等级积分，那当然你也可以不送了哈，因为你送他积分，他累积到了这个层级以后，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去有这个层级的折扣率，跟享受很多的 VIP 的这个优惠跟政策。好，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就是积分购买的金额，这里讲的意思是我能不能用积分来买？假设你这边设置的是1300，那表示你要出1300的本金，就是你的现金1300加1300的积分，这个积分就是这个消费积分嘛，因为它不断累积，它有很多消费积分嘛，那它就可以用消费积分来扣抵。OK， 那这个部分就是这样，然后你可以打勾上架的话，它就直接对外去进行销售了。好啦，那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你可以去添加一些标签，让大家能够快速的去找到这个商品。好，那这些填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你就可以去填写下一个，就是关于整个商品属性的部分，然后再来就完成发布就可以了，这样商品就发布出去了，这样整个商品它就发到外面去了，可以开始进行这个销售了。好，这就是商品添加上下架的部分。好，那当然上架部分的，它只要上架就会在这里，然后你也可以定时的去下架一些商品。下架商品你不用再去把它关闭或者删除，没有这么麻烦。大金系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今天可能卖完的商品我可以暂时下架，但我并不代表我把它删除了。那我可以在继续有货的时候，有库存的时候，我再继续怎么样点击上架，那我就不用再添加它的信息了，对吧？就可以减少很多的人工审核的或人工添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好，那当然你也可以暂时放到回收站里面，再把它找出来都可以哦。帮我们俗人叫垃圾箱嘛，垃圾桶啊。好，店铺跟自营是一样的概念哈，都一样。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商品的分类哈，这个老师就不用再多做介绍了哈。所有的商品分类，根据你的商城的运营的内容以及你现有的一些商品来进行一些类别的划分都可以啊。那么用户评论呢，指的是当用户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他是可以对这个商品进行评价的那你就是来管理这些评价的内容。然后这个是品牌某某品牌某某品牌的管理，然后商品的类型管理再来商品可以支持批量修改，因为大系统嘛，你商品多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批量的修改。然后这个是本地库的本地商品库的一些上架入库的一些内容然后这个是商品库的分类。再来这个是网友讨论圈，你可以添加一些主题你可以发一些圈子帖或者是问答帖或者是讨论帖，发出去以后呢，可以在不同的商品里面的底下会出现一个系列的讨论的帖子。然后这个是整个图品库的管理就你上传过的所有的图片类的东西都会在这里，可以根据不同相册然后来管理这所有的照片跟图片。好，举报投诉不用讲了吧你可以设置一些举报投诉类型，让别人来投诉，那你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别人投诉了什么什么内容，投诉了谁这样平台就能够快速的去管理这些相关的商家跟这些不法的销售者。好啦，这个是降价通知
商品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么如果还有不熟悉的，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评论里面给老师留言，老师会尽快答复。也可以给老师写 email 给写电子邮件，老师也会一一的回复你的邮件。今天商品的设置部分就讲到这里，大家下堂课再见，拜拜。